信息密集的当下，一个小小的符号、一只戒指、一瞥目光或一句语气，都可以被放大到足以撑起一整个故事的程度。对于王一博与肖战这样的公众人物，符号与影像本身被赋予了双重功能，既是他们作为艺术工作者传达情绪与审美的工具，也是粉丝构建情感叙事的拼图。符号之所以有力量，不在于它本身多复杂，而在于观看者欲望的投影。我们渴望把点连成线，把线织成网，从而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找到叙事的安全感。于是，戒指不再只是饰品，眼神也不再只是摄影构图中的一帧，它们变成了可能发生的爱情的证据，或至少是被想象的入口。本文并非为了证实或否定真实的私人关系，而是试图读懂这些被放大的细节，在文化、心理与美学层面上为读者提供一种可供思辨的框架。戒指在人类社会长期被赋予了契约、永恒与私密的意义。当公众视野里出现某种特定的佩戴或被强调的手部细节，便容易触发承诺的联想。粉丝圈里关于戒指的解读往往分为两类，一类以审美出发，讨论造型、搭配与镜头语言；另一类以情感出发，推测其背后的私人含义。在观察者的眼中，戒指既可以是个人风格的延伸，也可能被诠释为代表着某种身份或关系的符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符号的意义并不固定，它在摄影、剪辑与传播语境中被不断重塑。理解戒指的故事化过程，有助于我们看到一个更广阔的文化现象。当私人物件进入公共话语场，它的多重含义便被无限放大，并被不同人群按照各自的文化期待重读。眼神是人际交流中极难被伪造的一环。电视剧中精心设计的对视可以完成角色关系的叙述，而舞台上的一瞬凝视往往被粉丝无穷放大，成为化学反应的直接证据。但镜头会选择，也会裁剪，导演、摄影师、后期剪辑共同参与了眼神最终呈现的方式。我们常常在两种路径间摇摆，一个是将眼神当成艺术表达，评估其情绪与叙事功能，另一个是将眼神视为私人情愫的窗口。要保持批判性的观看，需要同时理解眼神的美学价值与传播中的选择性。在光与影的操控下，一切感情都可能被演绎得更浓，甚至超出原始情绪的边界。换言之，眼神既可能是真实情感的流露，也可能是艺术设计的产物，两者并非必然对立，而是共同构成了观众体验的复杂性。很多时候，沉默比语言更能制造张力。未说出口的承诺常常以姿态、眼神或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出现，留给观察者去填补空白。这种填补是信任，也是想象，粉丝在其中扮演了作者与读者的双重角色，他们既参与文本的生产，通过剪辑、图配、弹幕，也承担意义的消费。沉默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它允许多重解释同时存在，对某些人，它是爱情的证据，对另一些人，它是专业间的默契与尊重。面对公共人物的沉默，我们应当保持同理心，既尊重艺术性中的留白，也警惕把他人的私人界限物化为大众消费的玩物。沉默不是空洞，而是一块富含潜能的画布，等待被不同的观看者根据自身经验描绘。荧幕化学是创作团队的成果，但它也会在现实中产生连锁反应。戏中默契到位，配合默契的合唱或同台综艺，都会让观众感到他们在现实中也一定关系亲密。这种从艺术到现实的联想具有强烈的情感诱导力，观众希望戏外能延续戏内的温度。产业逻辑也不无参与，宣传、品牌同台、合唱活动都可能增强两位艺人在公众面前的共同形象。然而，我们必须分清楚两件事，一是艺术带来的默契确实能建立真实的人际亲近感，二是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保持私密的权利。把荧幕化学当作唯一衡量现实关系的尺度，是对复杂人际现实的一种简化。粉丝并非被动的受众，他们是叙事的共同创造者。通过拼接片段、制作同人文本，甚至组织公益活动，粉丝将个人情感和集体记忆编织成一种文化实践。
粉丝的想象力具有双面性，它既能为艺人带来持久的支持，也可能演变为过度保护，试图控制艺人的公共形象与私人选择。理解粉丝行为，需要把它放回情感劳动与身份认同的大语境中。对许多人而言，支持偶像是一种社群归属感与审美参与的方式。对创作者来说，理性与界限感的保持，则是保护作品与被追随者双方健康互动的关键。媒体在放大公众注意力的同时，也在选择哪些细节被报道，哪些细节被忽略。对明星私事的报道常常在吸引眼球与保护隐私之间摇摆。新闻标题、图片裁切，甚至社交媒体的弹幕，都在为公众图像构建可能的故事。此时，观众需要培养信息素养，辨识哪部分是事实，哪部分是解读，哪部分是推测。媒体责任不仅在于呈现内容，还在于在报道方式上对当事人权益的尊重。理性的媒体消费应当结合对话题的深度理解与对当事人作为人的基本尊重。当公众人物的职业成功与私人生活重合，艺术表达与隐私权之间的界限便容易模糊。公众对艺人的期望常常混合了审美需求与情感寄托，但这并不自动赋予旁观者进入当事人私人领域的正当性。艺术使他们被看见，名气使他们被讨论，但人性仍需被保护。我们应倡导一种更成熟的文化土壤，在欣赏艺术与表达热情的同时，保留对他人私人空间的尊重，承认界限，给出体谅，而不是把所有影像碎片都当成可消费的证据链。戒指、眼神、沉默等元素在粉丝文化里之所以重要，既反映了个体的情感需求，也折射出集体的文化心理。戒指象征承诺，眼神传递情绪，沉默制造张力，这些都是普世的情感语汇，但在特定的社群语境中会被赋予特殊含义。符号学告诉我们，意义由使用者赋予，因此同一符号在不同观众眼中可能有截然不同的阅读。在解读这些符号时，学会同时运用美学敏感与社会学视角，有助于我们避免陷入片面结论，从而看到更丰富、更公平的图景。有时我们需要承认，对公众人物的许多投射带有自我修复功能。观众通过想象来满足情感缺失，或把艺术作品中的情感当作现实慰藉。这样的情感并非毫无价值，但当幻想与现实越界，它便可能对当事人或粉丝群体造成压力。成熟的粉丝文化应当既允许丰富的想象空间，也能够理性地面对现实的限制，尊重艺人，抵制谣言，珍惜由艺术带来的感动，而不是把个人情感的满足建立在他人被剥夺隐私的基础上。戒指、眼神与未说出口的承诺，都是人类在面对情感时常用的符码。对王一博与肖战的讨论，远不止两位艺人的私人故事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关于当代粉丝文化、媒体生态与公众道德感的缩影。我们可以快乐地想象，深情地解读，但请在热爱之外保留理性，在想象之外学会尊重。最后，如果你因为这篇文章重新审视了对偶像与影像的看法，或产生了新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感谢你的耐心阅读，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解读，请点赞、订阅，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从戒指、眼神与沉默里读到了什么。在面对公众的猜测与放大镜式的注视时，艺人和其团队通常必须在多个矛盾目标之间做出权衡，既要维护艺人的职业形象与商业价值，又要保护个人隐私与心理健康。常见的策略并非简单的否认或公开，而是更为复杂的多层次应对。第一层是形象管理，经纪团队会评估舆论对代言、影视档期与合作关系的潜在影响，选择在合适的时间点发布可控信息，或通过正面作品来转移公众注意力。第二层是法律与边界维护，当谣言越界、侵犯隐私或出现人身攻击时，采取法律手段或平台举报，既是维护个人权利，也是对恶意行为的威慑。第三层是心理关怀与团队内部沟通，顶级流量背后有真人，他们的情绪与心理需要被专业团队照顾。
因此，公关并非单纯遮掩或包装，而是关于节奏和叙事的控制。对于当事人来说，如